在来尼泊尔之前，我只知道世界最高的山在这里，但短短1周，这个国家却悄悄改变了我。在博卡拉，我遇见了安静；在加德满都，我看见了真实。这不是一趟看风景的旅行，而是一段我会记很久的经历。落地尼泊尔的那一刻，一切都是新的，空气、街道、声音都和我熟悉的世界完全不同。我们坐上一辆出租车，前往旅程的第一站加纳阔特。这里是一片位于加德满都周边的高地，人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看山、看日出。我们住进了一家很小的山间旅馆，条件并不豪华，但窗外的风景安静又辽阔。房东端来了一杯玛莎拉茶作为欢迎，这是我第一次喝这种茶，味道有点奇特，却很温暖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吃了第一顿尼泊尔餐，牛羊肉被炖得很软，搭配当地的拉西，像酸奶一样微甜，很舒服。山里的夜晚没有什么娱乐，于是我们只是随便走走，让自己慢慢安静下来。凌晨4点，我们醒来，天空还是灰的，风很冷，远处整条喜马拉雅山脉慢慢浮现出来，云层在山间流动，像一片海。当第一缕阳光照到山顶，金色沿着雪线蔓延开来，那一刻，整个世界都亮了。日照金山，我很久没有被一种风景这样击中。可没过多久，大雾又涌了上来，山与光很快被吞没，世界重新变得模糊。我们走进小镇，街道很安静，只有鸟叫和风声。几只小狗躺在路边晒太阳，像时间在这里慢了下来。学校里传来孩子们打球的声音，简单却真实。早餐只是三明治、欧姆蛋，还有一杯玛莎拉茶，却让人很满足。然后我们下山了，第一站是昌古纳拉扬神庙，这是加德满都山谷最重要的印度教神庙之一。因为偏远，这里几乎没有游客，更多的是当地人。双层屋顶，狮子和大象的雕像，石柱上是古老而大胆的神像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印度教文化带来的冲击。下山后，我们来到杜巴广场，皇宫、庙宇、古老的砖墙，一层一层叠在时间里。库玛丽女神庙静静地立在广场一角，它每天会在窗口出现，但我们来晚了，没关系，旅行总是这样。我们吃了馍馍饺子，味道意外地对我的胃口。在一条小巷里，我们发现了一家手工造纸工坊，纸浆、木模、手工装订。一本书在这里慢慢成型。夜晚，我们坐上开往博卡拉的大巴，8、9个小时的黑夜，车窗外没有星星，只有摇晃。我们在博卡拉吃了第一顿早餐，咖啡、酸奶碗、西式早餐，身体终于恢复了些力气。我们决定用双脚去认识这座城市。费瓦湖在城市的一侧展开，鸭子划过水面，湖面反射着天光。远处的山上有一尊巨大的蓝色湿婆，我们决定去看看。因为错过了公交，我们只能打车上山。山路盘旋，色粉在路边售卖。到了，哇哦！风景一点点打开，站在巨大的湿婆像前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人真的很小。下山的时候，我们没钱再打车了。可以诉说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我们从湿婆庙上下来，为什么突然变得怼脸了？然后呢，本来是想去和平坎下山，然后坐船去河对面，然后就回酒店。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全身上下只有800块钱，然后那个坐船要650。
也就意味着我们坐船到对面之后只有150块钱可以回家，那不够打车，所以我们现在准备把后半程的山路也走完，已经走了1个小时了，还有1个小时。于是决定徒步沿着溪流走下去，穿着拖鞋冒险在丛林和土路之间穿行，有点害怕，但更多的是兴奋。希望在前方。Namaste。在哪儿呢？每一家都是旋转楼梯耶。你想过去看看吗？是老虎还是狗？是狗啦，那个脸看着像狗啦，很貌美。原来你是狗。快到喽！当太阳快要落下，我们终于走到山脚，身体很累，但心却很轻。Namaste， 嗨。晚餐是咖喱、薄饼，还有 momo， 熟悉的味道再次安抚了我们。我们在街角定制了衣服，老板正在学中文，我们一边聊天一边量尺寸。Yes， 一个 Yes。那一刻很简单，却很温暖。第二天，我们几乎一整天都围着费瓦湖，在湖边的咖啡馆晒太阳，在小店里挑选手工饰品，在游乐场看摩天轮旋转。傍晚，我们划着皮划艇慢慢划进湖中央，风推着船，水轻轻拍着船边。那是我在博卡拉最放空的一刻，没有目的，没有计划，只有呼吸和湖水。夜幕降临，湖边亮起火光，祭司穿着传统的服饰，摇着铜铃，举着火焰，对着河流吟唱。这是献给女神的仪式，已经持续了上千年。我不知道他们在念什么，但我选择倾听，也选择尊重。我们去了国际山峰博物馆，关于喜马拉雅，关于那些用最简陋装备攀登高峰的人。站在那些旧装备前，我突然觉得人类真的很疯狂，也很勇敢。第一个登顶珠峰的女性。一直在吸氧，各种各样的登山节。当我们回到加德满都时，一切突然变了，街头燃起火焰，人群聚集，呐喊、杂碎、混乱，城市进入一种失控的状态。我们把相机收了起来，有些画面不适合被记录。夜里，酒店四周火光冲天，白天，街道上是不断涌动的人，我们只能等待。后来，一切又慢慢恢复，我们去了侯庙，也去了烧尸庙。我在烧尸庙待了很久，看着一具具身体被点燃，最终化为灰烬。那一刻，我没有想太多，只知道人生真的很短。如果终点都是一样，那我希望在这条路上能拥有更多真实而深刻的体验。